郭凌云被江密从谢之让那里学来的一星半点吓破了胆，回去便躲在房中高烧不退。这小贱人攀上高枝倒是抖起来了，竟敢打折云哥一条腿，丧门星，你给我等着！贱人骂谁？七姑爷。内子卑贱，怎敢与二夫人攀亲？再敢胡言，我就把你的舌头砍下来喂狗。他以为能看上江密的男人也出众不到哪里去，可是没想到他竟这般英武。当初他说想带江密嫁去京城做世子夫人，可他母亲不愿，说那谢世子是个荤素不忌的煞星。可是还不滚出来！阿韵见过世子，好看。世子龙章凤姿，气度不凡，阿韵自然折服，心中很是仰慕。你说你这张嘴这么能说，我该做点什么呢？他恨不能直接把郭凌云说的那些阿杂手段全用到他身上。你不是想尝吹箫之乐？我看他就不错，一张嘴能说会道的很，想来是能把你伺候舒服的。我和阿韵以兄妹相称，你不能背逆人伦呐，世子。你不是一心想着男女之事，我满足你便是。这三位是我专门为你找来的风尘女子，无论郭公子什么要求，他们都能满足。你们三个千万把人给我伺候好了。是，大人。事儿都是凌云一人做的，我和我女儿并未招惹你和江密，你还想怎样？你真当我什么都不知？今日上门来与你喝茶了不成？江韵一心想嫁入高门，挑来挑去没挑到能看上眼的，一来二去拖得年纪大了。此次江二夫人来京城，除了要解决郭凌云科考一事，还想借江密和谢家的事，在京城为江韵找一位好夫婿。昨日郭凌云说要拿江密的小衣丢给流氓乞丐，便是江韵绣的。江家姐妹俱是一个绣娘教导出来的，二人针线本就有些相像之处，骗骗外人不成问题。你们不是想把小衣丢给流氓乞丐吗？做什么借我娘子的名头，用自己的多好。这2件衣物扔给琪儿，总归是在京城没什么人认得你们，但你们若敢再到京城来招惹我娘子，我便让人去江南，把你们的贴身衣物给每个地痞无赖都发上1件。都是江密，江密凭什么？让那3个女的把郭凌云榨干，我要让她以后见到女人就犯恶心。至于那几个继子，这几人在青楼楚馆接客多年，早就染上花柳病。即便郭凌云当真体力惊人，能撑过他们3人的压榨，也会染上这难治之症。若按谢之让以前的性子，办完此事杀了便是。可是想到江密，他难得心软。你去把他们赎出来，再给笔银子安顿出京，夯的不用多管。谢之让轻而易举解决了压在江密心上多年的大山，这让江密长舒一口气的同时，也心生欲蹙。谢之让见他闷闷不乐，甩给他一本《孙子兵法》，让他自己看书领悟。有时江密想不通去问他，谢之让借机捉弄他1、2，倒也仔仔细细给他掰开揉碎讲清楚。可懂了？我明白了，夫君。夫君你可真厉害，你就是这世上最厉害的人吧？少油嘴滑舌，睡觉。我今日不能陪你睡觉了，丁香姐姐昨日给我下帖，说想上门拜访，我得招待她呢。翰林院侍讲韩赞之妻。是的呀，丁香姐姐怀有身孕，我得照顾好她才是。这姚丁香是江密在某次宴会上认识的，那日回来他随口说与谢之让听，现下他稍稍一回想便想起来了。说起这韩赞，便是谢之让也得承认他学问做得极好。他虽是寒门出身，但年纪轻轻便连中3元，名声响彻大江南北。此人20岁入翰林做修撰，23岁顺利留馆当侍讲，前途一片光明。这姚丁香是韩赞的童养媳，韩赞爹娘死后，便是他一直做工挣钱，供韩赞考上状元。但京城之中遍地都是官儿，有不少人看不起姚丁香的出身，宴会之上多有讥讽之言。上次正是江密见他大着肚子还被人为难，便出言帮他解围，2人一来二去才熟络起来。韩赞虽为人清正，
但能从寒门之中脱颖而出，绝不是个蠢的。姚氏亦然，你和他来往归来往，当心别被他骗了。知道了，我又不傻。去把衣裳穿起来，下回再和我喊腹痛，我懒得理你。姚丁香如今已有5个月身孕，按道理来说该好好在家将养才是，怎么跑到谢家看她来了？丁香姐姐，你上次说喜欢吃这云片糕，我特意吩咐厨房为你准备的，咱们吃些糕点缓一缓，稍后再哭可好？拿我当孩子哄不成？姐姐还真猜对了，我家婉姐儿一哭，我便拿糕点去哄她。她在这京城里谁都看不起她，能说上话的只有一个江蜜。她匆匆跑来拜访，虽有些失礼，可她着实是没办法了，才来找江蜜拿主意。姐姐，韩大人待你素来珍重，这到底是发生了何事，让你气成这样？说是那老使子礼部侍郎想拉拢他，送他一个小妾。礼部侍郎曾方海，那妾室说是什么曾大人外家的庶女，姓杨。那杨家虽不及妹妹你这破家显贵，但那也是出过皇后的人家，哪里看得上我们这些乡下泥腿子？我看就是韩赞心思野了，想攀高枝儿。这是他们夫妻之间的事儿，他一个外人如何说都不对，两头为难呐。姐姐真心想我给你出个主意，那我便与姐姐推心置腹说几句，若有说的不对的，姐姐只管听个笑话便是。你夫君是3品大官，你是有朝廷诰命的，你叫我一声姐姐是尊重我，我便斗胆认下你这个妹妹，你只管说就是。姚丁香这话说的没错，可却不是这么论的。谢之让作为锦衣卫指挥使，虽风光无限，却是天子爪牙，干的多是见不得人之事。谢之让虽然从不和他多说差事，可他3天2头衣袍带血的回来，他这个枕边人怎能不知？可韩赞不一样，他乃3元及第状元郎，是天子门生，背景清白得很，文人重风骨，朝中几乎无人看得起谢之让，更不用提韩赞这等清正之人。丁香姐姐，你是韩大人明媒正娶的嫡妻，况且姐姐已经为韩大人诞下嫡长，如今腹中这个是男是女都不打紧了。姐姐如今怀有身孕，切莫胡思乱想，叫下人看紧院门，提防小人，顺利产下孩子，保重身体才是正经。我知晓姐姐于微处供养韩大人，才有他今日之荣华，且你2人青梅竹马相伴多年，看重韩大人是极为自然的事。我如今劝你看重自身，保全自己，只怕你一时难以接受，可我真心是为姐姐好，只盼姐姐能够平安。这么多年，是个人都夸我贤惠能干，供养我家赞哥读书，没辜负韩家爹娘对我的恩情。阿碧妹妹，你是这些年第一个与我说要我对自己好一点的人。回来就看你坐着发呆，想什么呢？这外人传韩世讲多么精才绝绝，其实也是个负心薄幸之人。丁香姐姐却给人做了多少功才供她考上状元，她怎么能在丁香姐姐怀孕的时候纳妾呢？负心汉！姚氏说什么你就信？你当真是个小傻瓜不成？我为何不信？她哭得险些动了胎气了，要真是骗我的，这代价也忒大了。你就是帮着负心汉，总算是养胖了些呀。我哪里是帮韩赞说话？韩赞同姚氏青梅竹马，情分非常人可比，而且韩赞极为看重姚氏，前几日还特意告假出城去给姚氏买蜜饯果子。我是怕你一时被姚氏所言昏了头，对着他大骂韩赞，到时人家小夫妻和好如初，我看你怎么办？那我也是当着你的面才这样讲的，我又不是蠢的。不要亲了，你好高，我脖子疼。哎，你干嘛？这样总不疼了？不疼了。那给不给亲？给不给亲？乖乖，到底给不给亲呀？亲便是，问什么问？我说不给亲，你还会不亲不成？你这人就是……我自风流，路过人间一壶酒，走过春风，白衣遮山是一个浓。
他怎么走了？说来，谢之让已经和他快1个月没行周公之礼了，好几次都是把他撩拨得不上不下，然后一个人跑了。那他撩拨他做什么呢？讨厌死了！很快便到谢婉生辰8岁了，江密便只央着侯夫人在昭辉院办着小宴，而后请宁安侯和谢之让来一起为他庆生。都说侄女似姑，谢婉笑起来的模样和小六有5分相似。宁安侯已经很久没来过昭辉院了。小六夭折以后，侯夫人几近疯魔，歇斯底里地将他的物品尽数从昭辉院扔出来。自那以后，他一人独宿在外院，再没回过昭辉院。爹，您来啦！希望我们家婉姐儿平平安安，岁岁无忧。谢之让，我要杀了你！娟娘，谢苗，你信不信我拿着你爹给你的这把破刀，把你头割下来，扔到他坟头拿去当灯笼点？他是你大哥的儿子。是，您最是顾念家人。夫君，我没事儿呢。阿淼是第一次见我，肯定不是故意的。阿淼，你说是不是？是，我不是故意伤害森擦的，此事是我做错了，该给您道歉。你瞧，阿淼都和我道歉了。我知晓夫君是担心我，现下我没什么事儿了，夫君便不要再生气了，好不好？我一瞧见夫君皱眉，心口便难受。你疼疼阿密吧，不要让我这么难受了，好不好呀，让让哥哥？你还给我！还给你，让你再砍我娘子一刀，是不是？阿淼的腿是不是很疼？要不要请府医来给你看看？不用麻烦府医，那咱们坐下休息休息如何？至于那刀，你若信我，过几日我再拿给你。今日是婉姐儿的生辰，她盼你归家盼了许久，你也不希望妹妹的生辰宴变成你和你三叔斗气的地方吧？咱们一家人坐下，和和气气的为婉姐儿庆生，可好？宁安侯做上首，谢之让和侯夫人哪个都不乐意挨着他，一家人的位置毫无长幼尊卑顺序，实在是奇怪得很。一天到晚要吃这个要吃那个，撑死你算了。这是说谢婉，不吃这个不吃那个，我给你夹碗里倒是一口不剩，什么毛病？这是说江密。宁安侯见夫妻俩浓情蜜意的模样，忽然就想起很多年前他和侯夫人琴瑟和鸣的情景。他心思一动，夹起他最爱的虾质，抬头却发现他并未坐在自己身旁。苗儿，多吃些。他最讨厌吃的东西就是虾，祖父是在用这种方式惩罚他险些刺伤三婶婶吗？淼儿不爱吃虾，你爱吃。不自觉脱口而出，总觉得这两人有点情况。侯爷夫人、世子少夫人、任夫人来了。曾经的世子夫人任如萱。今日是婉姐儿生辰，我来看看她，我想带她去皇家住上几日。任夫人，叫我谢家女儿住到皇家去，确实是强人所难了。不若这样，夫人在府上多留几日陪婉姐儿可好？我如何能住在谢家？既然夫人不愿，那也不能怪我们拘着婉姐儿，让你们母女分离。阿婉，咱们去找三叔玩可好？我是婉姐儿母亲，难道我还不能把婉姐儿接走几日吗？婉姐儿姓谢，这儿是宁安侯府，由不得你放肆。他是万万不可能让任如萱把人给带走的，万一他又像当年那般把孩子带走之后不肯还回来了，他们倒是能上门去把婉姐儿抢回来，可小姑娘心里该怎么想？那任夫人以前经常来吗？她是只来看阿婉，都不问问淼哥吗？无事不登三宝殿，谁知道他打的什么主意？他睡这儿，我睡哪？让人把他抱走。哼，一个谢婉都要烦死了，再多几个小孩，江密还能有心思搭理他？这孩子一个都不能生。你之前说过会把刀还我的，我正要去找你呢。你不知道呀，我为了你的这把刀和世子说了多少好话呢？你是不是得帮我个小忙呢？你不是什么大事儿，是我有些你妹妹的事儿想问你来着。就这呀，你问吧。我听说你一直在少林寺练武，那你这几年可去过任家？那是我外祖家，自然是去过的。
阿婉一直都不说话，府上也曾请了许多大夫来给他看，都说嗓子没问题，只怕是他自己不愿意开口。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吗？妹妹以前在任家是说过话的。那是在任家就便不说话了，还是回谢家才不说话的呢？是在任家。那日任如萱一和人吵起来，谢婉便忍不住哭。是不是曾经在任家，任如萱总和任家人闹不痛快，在谢婉心底留下了不好的印象？你为什么要杀世子？因为他杀了我爹，你就不怕他哪日杀了你？我才不信呢，按照他的性子，他才不会遮遮掩掩。而且他说过，斩草要除根，绝不能心软。他要真杀了你爹爹，为了防止你报仇，他难道还会留着你和婉姐的性命不成？我不知道是谁和你说是他杀了你爹爹这种荒诞至极的话，也不知道你为何会信。可是我知道这件事只有2个结果，一个是你杀了他，你因刺杀朝廷重臣而下狱，咱们家的爵位保不保得住还得两说。谢家失了顶梁柱，从此日渐落魄。另一个结果便是他杀了你，旁人参他一本，罢了他的官，谢家仍落不得好。谢淼，有些事情得用心去想。少夫人，任夫人和皇家老夫人来了，老夫人请您去上房。又来了，还带着她婆婆一起来，她想做什么？婉姐儿是我肚子里掉下来的一块肉，我如何都放心不下她的。不若就让她和聪哥定下娃娃亲好了，日后她嫁入皇家，上头没有婆母，还有我这个当娘的看顾着，日子定是顺遂无虞的。娃娃亲？任夫人，你口中这位聪哥是个什么身份呢？他是我们皇家2房的嫡长子皇聪，两人青梅竹马，多好的一桩婚事。我家婉姐儿什么身份？你们皇家又是个什么身份？敢到我谢家来提亲，想的倒是挺美。皇家身份虽低，可谢婉丧父，兄长又年岁尚小，撑不住，配不配得上，端看谢家对他是个什么态度。此番侯夫人一番怒斥，那皇聪定是配不上谢婉了。这确实是我皇家高攀了，只是啊，婉姐儿母亲的话说的有道理。皇老夫人、任夫人，这门婚事实在是十分不合适啊。这其一呀，我们家婉姐儿年岁还小，不宜这么早就定下婚事，总要叫她长大了自己相看一番的。这其二呢，若婉姐儿嫁给了皇家哥儿，那是该叫你一声母亲，还是叫婶娘啊？下堂不为母，自然是该叫婶娘的。母亲？谢家上下咬死不松口。怎么样，谢家答应了吗？那谢家眼睛都长到天上去了，不过是个死了爹的丫头片子，能配我家聪哥已经是看得起他。你不是他亲娘吗？这点事儿都办不好，你有什么用？他虽是我生的，可我也做不得谢家的主啊！你还敢顶嘴？好啦，总之这门婚事一定得成，锦衣卫快要查到我头上来了，得赶紧把2个孩子的婚事定下，否则就是倾家大祸呀。要不是谢婉年纪太小，他都想让皇聪侄儿直接把谢婉娶回家。他不由想起从前在谢家的日子，夫君疼爱，婆母虽为人高傲，却不怎么管他。他为什么要死呢？都是他死了，才让自己落得这样一个境地。婉姐儿，你不能怪娘，若是你不嫁过来，你弟弟便要没有爹爹了。哼，这黄伯山还真是嫌自己死太早。我就说阿婉年纪这般小，怎就直接上门提亲来了？她是阿婉的亲娘，怎么能跟着外人算计阿婉呢？皇家和谢婉谁是外人还两说呢。那他们盘算什么呢？黄伯山曾在督察院任13道监察御史，陛下近来让我查漕运贪污一事。那便是这位黄大人曾办过外差，做巡曹御史代天巡狩时贪没了一笔银子，或是替人遮掩了什么。夫君你正好查到这点苗头，那黄大人为了自保，就想同咱们谢家结为儿女亲家，以期夫君能放他一马。我说的可对？乖乖可真是聪慧，一点便透。都是夫君教的好。其实以前他是不会过问谢之让官场之事的，一来是他不懂，二来他怕谢之让觉得自己不安分。但是近来他在教自己读书，
读那些只给男人看的书，他便懂了许多事情，而且谢之让不会避讳，有时还会主动和他说起，他便也渐渐会和他讨论一二。断人钱财犹如杀人父母，夫君虽是办皇差，有陛下给你撑腰，可也要小心才是。你担心我？我自然是担心夫君的。啊？怎么了？江蜜有些窘迫，可是他已经快1个月没和自己同房了，他自己也是想的。他这般拉下面子求他竟能置之不理？难道是他在外面有了其他女人，回到家中便没有精力应付他了吗？江蜜心底难堪，为刚刚伸出那只手而后悔。为人妻者何该端庄守礼，怎能如继子一般向男人求欢，还被他拒绝了？他怎能做出这种自甘下贱之事？他和董玉环有什么区别？谢之让却是不知妻子心中的千愁万绪，他在屋外吹了会儿风，终于把心口躁动压了下去。再有2日，他应当便要来癸水了。等他小日子一结束，让溥仪把过脉，他就能结束这种和尚看了都说惨的日子了。哼，这小娇娇还敢来招惹他，等过几日，他非要叫他好好瞧瞧，招惹他是个什么结果。困了，该睡觉了。哭什么？没什么，就是方才躺下时不小心把被子戳到眼睛里了。说实话。说实话是问他是否觉得自己自甘下贱，还是和他解释他非不自重之人。他说不出口。夫君既然困了，那便快些休息吧。对付赵玉那些不肯吐露实情的犯人，他可以剥皮断脊，灌鼻刺心，无论多么严酷的刑罚，他都能下得去手。可对上江蜜，他束手无策。若他打定主意不开口，谢之让一点办法都没有。你说不说实话？今晚咱俩都别睡。江蜜知道谢之让应该是有头疾，每当困意袭来却不能睡觉时，他都会头痛欲裂。若没有魏明点的那支香，他几乎无法缓解。若他当真看不起自己，应当不会强忍着痛等他开口吧。你已经许久未同我行周公之礼，你是不是在外面有外事了？你若有外事也没关系，我不会告诉家中长辈的。你若要在外过夜，同我说一声便是，我会替你遮掩的。但你若有私生子，那我也一时不知道该怎么办。谁告诉你我有外事啊？谁告诉你我有私生子？那你怎么